S&P 500 closing on a record high. Record highs. Two record highs. Record highs. Record high. 股市喺一片歌舞升平之下，資深嘅投資者、銀行總裁都接二連三咁樣警告， Just a little cautious. The economic outlook is uncertain, however. 美國可能要經歷比衰退更差嘅噩夢。早幾個月之前呢，市場上面講得最多嘅字就係減息轉向啦。Interest rate cuts. Rate cuts. Rate cuts. 呢一個利息轉態嘅預期，將成個金融市場喺災難性嘅熊市裏面拉翻出嚟。不過喺上個月幾個數據公佈咗之後，成個世界又再次擔心呢個噩夢可能會成真。ISM 製造業同埋新訂單指數雙雙跌破呢個臨界值嘅50，進入呢個衰退區域。GDP 第一季淨係做1.3%，少於市場預期嘅近一半。成個美國嘅職位招聘速度更加放緩到去4年以嚟最低嘅水平，多個行業亦都創出近1年以嚟最大嘅裁員潮。訂單跌，職位跌，但物價又跌唔到落去喎。呢個就係美國聯儲最唔想見到嘅噩夢——滯脹。滯脹係指經濟增長停滯或者減慢，而就業數字咧唔好，但物價咧不斷上升嘅情況。簡單嚟講就係經濟唔點樣發展，但係呢啲嘢又越嚟越貴，基本上所有人嘅生活咧都更加困難啦。美國近代最惡劣嘅滯脹咧發生喺1970年代，本身所有人都覺得經濟幾好啊，感覺唔錯啊。但係去到1973年嘅10月，第4次嘅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宣布石油禁運，結果石油價格由每桶$3升到去$12，增幅達到300%。能源貴當然就百物騰貴啦，通脹由1962年嘅2%急升到去15%。喺同一時間，失業率咧亦都一直上升，最高去到10%，成千萬人咧冇工開。當時啲人咧就上街示威，投訴啲嘢食太貴啦，佢哋負擔唔起，要求即刻加人工。但係求職中心咧每日都排長龍，好多人冇工開，油站又塞滿車，因為佢哋知道如果依家唔入油，聽日嘅油價咧又升好多啦。經濟停滯，同時高通脹發生，呢個就係美國近代史上面最嚴重嘅滯脹。美元變得唔值錢，喺1973年至到1983年10年內一直貶值，失去咗成124% 嘅購買力。而 JP Morgan 嘅 Jamie Dimon 最近咧就直言佢話咧，依家聞到有啲1970年滯脹嘅味道。滯脹嘅成分有兩個，一就係低增長，二就係高通脹啦。過去16年以嚟，美國嘅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長期處於呢個低於平均值嘅增長狀態。今年 Q1 嘅 GDP 成長比預期少咗成45%。係啊，望落去呢個增長係放緩咗嘛，但係呢一個咧只係2024年依家嘅數字。如果你拉長呢個時間表嚟睇，美國嘅長期增長力先至係各大專家最大嘅擔心。你可能就會問，聯儲過去幾次嘅大規模因銀紙量化寬鬆加埋減息，唔係就係救咗經濟嘞咩？今日我就會同你哋喺呢個貨幣政策同埋財政政策兩方面咧一齊研究一下。貨幣政策裏面先要睇下呢個量化寬鬆嘅玩法啦。QE 嘅過程就係首先由聯儲喺金融機構裏面咧買政府嘅債券同埋咧其他嘅金融資產。佢用咩錢去買呢啲債券呢？就係佢用新創造嘅貨幣，即係 M0，我哋見到嘅印出嚟嘅銀紙去支付呢啲債券啦。賣出債券嘅銀行咧就會因為咁樣得到嚟自聯儲儲備嘅新資金。呢啲銀行收完錢，佢唔係全部都用㗎喎，佢可能會將部分嘅資金傳翻入去呢個聯邦儲備系統，作為呢個超額準備金。而聯儲對呢啲銀行嘅超額準備金咧，亦都會俾翻利息佢哋，都係我哋叫嘅超額準備金利率 IOER。所以喺聯儲嘅 balance sheet 上邊咧，佢嘅資產就包括新買入嘅債券，而負債咧就包括嚟自銀行嘅存款啦。隨住 QE 一直咁樣進行，聯儲就越嚟越買得多債券，而佢收到嘅存款亦都越嚟越多，所以佢嘅資產負債表咧就越嚟越大啦。透過呢個量化寬鬆嘅行動，聯儲嘅資產負債表喺過去15年以嚟咧擴大咗數萬億美元，銀紙就印咗啦。咁經濟成效又點呢？自2008年啊，首次實行呢個量化寬鬆以嚟，呢15年嘅平均 GDP 嘅增長率咧係1.67%，但係喺 QE 之前嘅15年以嚟，美國當時候嘅 GDP 平均值咧係有3.24嘅增長率。事實就係 QE 係有幫到手，但係咧就唔係幫到太多忙啦。啲錢仍然停留喺資產負債表上面。而如果你係銀行啊，雖然
你賣債券攞咗好多錢，但係喺金融海嘯之後，為咗咧令銀行嘅營運更加穩健，監管嘅機構咧都要求銀行去提高佢嘅準備金，即係要保留更多錢喺佢哋嘅 reserve 裏面啦。而可以借出去嘅錢，俾我係銀行嘅話，我都揀啲好多資產，佢嘅生意咧業務好穩健嘅有錢人，我先借俾佢哋啦。所以喺每一次嘅 QE 之後，就係有錢人咧得到更多特低利率嘅平錢，令到有錢人咧越嚟越有錢。美國最有錢嘅5個人嘅身家3年裏面咧增長神速，以 Elon Musk 為例，3年增加692%，同期嘅打工仔人工咧淨係上升19%。高峰時期啊，聯儲局嘅 balance sheet 咧最高係去到8.95兆，而 M1、M2 嘅總量咧係21.7兆。大量嘅貨幣供應令到資產泡沫化，20年嚟嘅通脹令到每1蚊嘅美金跌到得返3毫4，所以對冇資產嘅窮人嚟講咧，影響就最大啦。另一個影響美國增長嘅咧，就係佢嘅財政政策。如果你要揾一個字去形容美國嘅財政政策咧，我會形容佢係一個赤字支出嘅政策，通過借錢嚟資助基礎設施建設。雖然呢啲支出的確係進入咗呢個實體經濟，推動咗呢個 GDP 嘅增長，但係美國5年嚟嘅平均債務增長率咧係9.08%，相比起5年嘅 GDP 實際增長率咧得2.1%嘅話，即係國內嘅經濟增長力追唔上呢個負債上升嘅速度啦。疫情之後啊，美國嘅 debt to GDP ratio 高達126% 嘅歷史新高。近代史上面咧，另一次債務高峰期咧就係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嗰陣時啦。不過喺1974年代咧，呢個比率咧就急劇跌到23%。咁點解美國嗰陣時可以將呢個負債比率咧壓到咁低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咧就係美國經濟 GDP 咧當時係上升咗5.7倍，同時間咧美國國債喺呢段期間咧亦都跌咗32%。但係反觀翻依家美國 GDP 嘅增長咧，比08年 QE 之前增長更加少。一般嚟講，政府嘅初始支出咧係可以刺激成個經濟活動嘅增長，用嚟咧誘導呢個商品同埋服務嘅需求上升，刺激翻呢個經濟產出。咁但係我哋又點樣先知道咧政府嘅支出係咪有效呢？ Keynesian multiplier 咧就係用嚟量度政府花嘅錢對刺激經濟嘅效度咧有幾高啦。譬如政府花咗1蚊去請一個新嘅工人，而呢個支出咧亦都刺激咗整個經濟增長咗2蚊，咁佢嘅 Keynesian multiplier 咧就係2.0啦，所以理想嘅讀數最少都要有0.9或者1啦。不過美國喺疫情期間呢一個財政支出嘅成數咧淨係得0.14至到0.56之間啫，即係話佢每借入1蚊嘅美元作為支出嘅時候，佢嘅經濟增長咧就係得0.56美元啫，遠低於目標嘅1，所以呢個亦都係各大嘅專業投資者或者係銀行家等等咧最大嘅憂慮啦，即係話美國嘅增長疲軟，而美元貶值再引申到嘅滯脹問題啦。其實大多數嘅國家，如果佢借得太多錢咧，又冇辦法償還呢個債務嘅時候，佢哋就會陷入呢個違約甚至係破產嘅情況啦。好似阿根廷呢啲國家咁，佢哋印錢嘅時候就印翻佢哋嘅本國嘅貨幣，即係比索嚟償還咧。佢哋用美元計價嘅債務，因為自身嘅貨幣貶值，所以佢哋就增加咗呢個違約嘅風險啦。但係其實美國咧就唔會面臨同阿根廷一樣嘅違約問題，因為咧美國係可以印翻美元嘅。但係呢個動作就算唔令到美國違約，亦都可能導致佢嘅通貨膨脹問題，或者係經濟增長緩慢啦，令到有錢人越有錢，中產消失，窮人越窮。所以美國嘅債務咧可唔可以持續，就要睇下美國嘅借款能力、世界對美元嘅信心，同埋對整個國家嘅國債嘅信心啦。到目前為止，我仍然未睇到一個咧可以一夜之間取替到美元嘅代替品。有啲人嘅做法就係會買入其他國家嘅貨幣，有啲人咧就會用加密貨幣去中心化做對沖啦。但係我自己暫時就未見到美元喺短期裡面會有任何嘅問題。投資者如果真係對呢方面有憂慮嘅話咧，可以分散資產分佈。今日呢個影片咧係由 Saxo 贊助 ，Saxo 咧係一間持牌嘅丹麥銀行，係市面上面少有嘅一站式支援各種嘅投資工具嘅平台，可以喺佢哋嘅平台上面咧，同一時間投資喺唔同嘅股票市場，幫你同時喺資產類別同埋地域上面咧做到呢個 diversification 啦，又唔使同一時間 mon 住幾個平台。當中外匯交易咧可以話係 Saxo 嘅強項，佢哋嘅平台咧無論係主要貨幣定係次要貨幣咧都可以買賣，外匯收費咧非常之有競爭力。另外 Saxo 都同我講咗個好
好消息就係佢哋嘅手續費最近大減價，譬如美股啊係低至1蚊，英股低至3磅，日股咧低至800 yen， 呢啲咧都係好熱門嘅市場。如果你有興趣開 set 數戶口，你可以 scan 呢一個 QR code， 或者咧 click 下面嘅資訊欄連結啦。另外一個同美國好相似嘅國家咧就係日本啦，日本嘅債咧都係用日元去計價嘅，而日本自己亦都可以印佢哋嘅日 yen 銀紙。2023年日本嘅 debt to GDP ratio 咧已經升到去265%， 10年嚟咧上升咗30%。滯脹第二個元素咧就係高通脹啦，而美國聯儲用嚟量度呢個通脹率咧主要有3大嘅數據，分別係 CPI、Core CPI 同埋 Super Core CPI。CPI 即係消費者購買一籃子嘅貨品同埋服務 ，Core CPI 咧就係核心通脹啦。呢個即係將 CPI 嘅通脹數字再排除食物同埋能源價格。而喺2022年，鮑威爾咧更加推出一個新嘅數值，就係 Super Core CPI 啦，亦都即係 Core CPI 再減去呢個房屋價格。簡單講句，即係越 Core 嘅 CPI 咧，佢就包含越少嘅核心數字，即係譬如住屋啊、能源啊、食物等等啦。2022年6月，美國嘅通脹率咧達到去9.1%，係40年以嚟咧最高嘅水平。美國嘅 CPI 喺隨後1年裏面咧大幅回落，不過去到2023年6月之後，通脹就變得極之頑固，跌極都跌唔翻去疫情之前嘅水平。而最新嘅 Super Core CPI 更加徘徊喺1年嘅高位。最近一次加息咧係上年嘅7月，而令 Fed 最頭痛咧就係停止加息之後，呢個通脹率咧非常之頑固，甚至有回升嘅跡象。究竟點解通脹仍然咁高呢？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供應鏈中斷、俄烏戰爭、中東危機、以哈衝突等等，都令到呢個能源同埋食品價格上升。而最重要咧就係美國國內嘅強勁消費者需求啦，工人咧就要求加人工，企業咧加完人工之後就加價啦，呢啲咁嘅動作亦都推升咗呢個通脹。作為投資者，我哋有啲咩要留意呢？增長又慢，通脹又高，咁美國係咪真係要進入呢個滯脹呢？咁我一陣咧會喺影片嘅後部分再同你一齊研究。呢度咧我哋先睇下咧1970年代滯脹嘅時候，每一個資產嘅投資回報表現係點。當時做得最好咧就係大宗商品，譬如原油啊、貴金屬、金銀，實際回報率咧超過20%，而樓市喺當時候咧輕微上升1%。喺利率上升之下，令到長期國債嘅價格咧下跌，股市大盤指數嘅回報咧亦都係實質下跌咗1%。歷史話俾我知，貴金屬同埋商品喺呢個滯脹時期咧，其實表現都係最好嘅。而如果喺美元減息開始嘅話，弱嘅美元亦都有利黃金上升，所以適當咁樣添加黃金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買入黃金可以多元化你嘅投資組合，同時咧可以平衡風險。set 數嘅平台上面有支援唔同嘅貴金屬同埋商品交易，包括金啦、銀、能源、農產品等等。淨係黃金嘅交易咧都已經好多選擇啦，現貨、ETF、期權、期貨都有。當然啦，期貨、期權等等咧都係一啲高風險嘅投資，投資者咧要先衡量風險咧，做好功課先投資啦。最新嘅6月議息結果咧就係唔減息。睇翻歷史嘅數字，話就話咧，美國聯儲喺結構上面係獨立於美國政府，但係其實佢喺好大嘅程度咧，仍然係受到國會同埋行政部門嘅影響。通常聯儲喺大選之前嘅6個月嘅政策變動咧，其實都係極低嘅。喺大選年裏面再加息打經濟咧，幾乎都係好少見。而喺大選嗰個月裏面咧，聯儲基本上咧都係一動不如一靜啦。所以通常都係喺大選之後嘅6個月裏面咧，佢嘅政策變動嘅情況咧就會大好多啦。喺通脹仍然未翻到佢哋滿意嘅水平之前，好多人估計啦，今年咧 FOMC 剩翻嘅議息會議啊，即係7月、9月、11月同埋12月裏面咧，可能最多出現2次嘅減息機會，最少可能得1次。如果通脹咧回升，甚至唔減息住。不過喺呢個高利率長期持續，但係咧又壓唔低呢個通脹嘅話咧，可能就會引發呢個美國嘅滯脹啦。滯脹嘅機率有幾高呢？而家嘅10年期債券嘅利率咧，大約係4.3% 左右，接近5年嘅高位。Jamie Dimon 咧就直言啦，好多人咧都冇見過10年期嘅債券嘅利率咧係6%。佢就話啦，唔知點解你認為呢個係唔可能發生嘅事？對佢嚟講，佢覺得咧上到去6%絕對嘅機率好高。佢意思即係話，隨住呢個滯脹嘅風險升溫，美國再加息嘅可能性係絕對之有。喺1970年代嘅滯脹，最終係要靠前後加息超過40次，加到去20厘，美國
先至真正走出嗰場噩夢。呢段影片咧有更多嘅內容同埋教學嘅分享啦。通脹仍然未翻到去咧肺炎疫情之前嘅水平，而且有再上升嘅可能性。美國的確係面臨緊呢個滯脹嘅風險，不過喺大量嘅消費支出以至係勞動市場降溫嘅情況之下，有機會咧可能幫助到抑制呢個通脹。對我嚟講，美聯儲依家嘅利率政策咧就係成個全球經濟嘅關鍵啦。高利率可以抑制通脹，但係亦都可能導致呢個經濟放緩。但係如果通脹唔受控嘅話，最終可能就會出現呢個滯脹啦。我自己睇咧，美國未必會去到1970年代咁惡劣嘅環境嘅，但係 Fed 咧依家應該都冇乜選擇，仍然要偏向咧較鷹派，即係打通脹咧為主要目標。喺呢個高利率持續之下，美國嘅經濟喺未來幾個月咧仍然會面臨一啲挑戰啦。加上美股高估值，投資者咧要適時做好呢個 rebalancing 再平衡啦。對高估值嘅股票咧要套出部分嘅利潤做再平衡，而買入一啲咧跌咗嘅資產，耐心咧等翻下一次回調入市嘅機會，同埋要留意風險啦。黃金同埋短期債券都可以為呢啲不明朗嘅因素咧作對沖嘅作用啦。你哋又覺得美國會唔會進入呢個滯脹呢？ A 會 ，B 唔會。如果你想等多一陣觀望一下市場再做投資嘅話，依家擺喺 SESO 戶口裏面又未有投資嘅資金咧，佢哋都會俾出利息，息口仲高達 4.5%。SESO 係每日計息，冇鎖定期，亦都冇最低嘅投資要求或者係利息上限。相比起同類型嘅券商，算係非常少有，而佢哋嘅利率咧都做得唔錯。如果你有興趣開戶嘅話咧，可以睇下面嘅資訊欄連結了解一下啦。喺度我想你哋幫我一個忙，就係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依家睇緊嘅觀眾咧，裏面有36% 嘅觀眾已經訂閱咗。我希望呢個數字係上到50%。你嘅一個訂閱咧，絕對可以幫到我哋嘅 channel 走得更遠。唔該晒。